我叫苏婉婉，金圈小公主，人间富贵花，从小被爸妈捧在掌心上。人生前20年，我唯一栽过的跟头，就是一时耳根子软，嫁给了爸妈钦点的金圈新贵。结果不到1年，金圈新贵就破产了。我连夜离婚跑路，可没想到肚子里多出来个球。苏小姐，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您放松，很快就好。病人心率多少？72，正常。好，推注丙泊酚200毫克。等打掉这个球，本公主又是一条好汉。小鲜肉男模8块腹肌，我来啦！什么情况？我不是在打胎吗？怎么黑漆漆的？医生呢？护士呢？这些画面是未来的我。未来的我在离婚打掉孩子后，在父母的安排下二婚招了赘婿，但不到半年，我父母意外车祸，我被赘妇像个垃圾一样丢到国外，我身无分文流落街头，饿得只能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发馊的面包，却被一名路过的流浪汉抢走。正在我垂死之际，却看到了我功成名就的前夫。快！江总来了！是江总来了！江总，您说一下呗。接着让我们采访呗。从当年破产低谷到如今王者归来，缔造1000亿神话，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我要感谢我的前妻，当年如果不是她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决绝离开，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江总，您还有其他想要分享的吗？回答一下吧。是啊，说一下。江玉峰，我错了，对不起。江总，回答一下吧，有影响的吗？苏小姐，病人心率多少？72，正常。好，所以手术马上就要开始。刚刚不是吗？您放松，是真的。一会儿就好了。推注丙泊酚200毫克。你不要！只要我离婚打了孩子，就会家破人亡，横死街头。对不起，医生，这手术我不做了，这辈子我都不做了。宝贝，妈妈错了，妈妈再也不说你是个球了。我现在就带你去找爹爹。清风路235号，江玉峰就住在这种地方，我没找错吧？哎，阿姨，请问江玉峰是住在这儿吗？就是那个长得高高大大的，不怎么爱笑，看起来有点冷的那位。啊，小峰啊！啊，对。哎呀，这是他们家的老房子，他从小就在这住，后来呀，有本事就在城里买大别墅了，搬出去了。不过前段时间听说他离婚了，就搬回来了。啊，谢谢啊。没想到离婚以后，江玉峰把别墅给了我，自己就住在这种破地方。我不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难道这就是我任性离婚的代价？不行，苏婉婉，为了活命，前夫这金大腿必须抱回来。今天辛苦了。江玉峰，他回来了。离婚以后第一次见面，我一定要亮瞎他的眼。师兄，项目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盯着的。对了，你搬来这里住还习惯吗？还行，这段时间你辛苦了。这女人是谁？江玉峰这座大冰山都会听女人话茬了。那就好，我在国外练就了一手好的厨艺，有机会给你展示一下。离婚证都还没捂热，
江玉峰就有新欢了？难道我这么快就被取代了？不行，绝对不能让那个噩梦变成现实！不就是把弄丢的人追回来吗？苏婉婉，加油，你可以的！你，江玉芳。我们走吧。在渐渐抽离，镜子里的你，他就那么讨厌我吗？连句话都不想和我说。谁拼凑着记忆？你来做什么？苏婉婉，当初脑子抽了，非要离婚，现在好了吧？人家压根就不理你，我该怎么办啊？苏婉婉，婚姻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明明当初说两句好话就能糊弄过去，可是为什么我就偏偏说不出口呢？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包容我所有的任性，可是我却连句谢谢都没有跟他说过，全都当成是理所应当了。江云芳，这一次换我来一步一步靠近你。你好，宋月茹女士在203号病房，您登记完就可以过去了。你看，江玉峰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奶奶，结婚后他一直想见我却嫌他因为生病说话含糊，装聋作哑了一次又一次。复婚第一步就从奶奶开始吧。你是？奶奶，是我是婉婉，您的孙媳妇儿。婉婉，是我的婉婉来了。我回来看您了，还给您带了好多礼物呢。您看，这是今年巴黎秀场最新款，全球就10条，我给您带上好不好？给我，挺软和的，这当抹布呀，正合适。这100万的丝巾怎么就成抹布了？只要您喜欢，怎么用都行。奶奶，今天天气特别好，我带您出去转转。好，出去晒太阳。好。那个侧影怎么那么像苏婉婉？我在想什么？我们结婚后他就没来。江先生，你来办理宋奶奶转院手续吗？我奶奶现在在哪儿？您太太刚把她接走，现在应该在小花园里晒太阳呢。谁？你说谁把她接走了？你来做什么？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婉婉，在干什么呢？以前的他从来不会用这样冰冷的语气和我说话。
我来找你，我想复婚。说什么？听不清。我说复婚，江玉峰，我想和你复婚。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他下来了，那他是不是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抱歉，苏小姐，我江家倒了，配不上你这尊大佛。他居然这么说我，可是好像也没错，我丝毫不留情面离婚，短短半个月内又低声下气的求复婚，任谁都觉得我是在玩弄他吧。这一刻突然觉得好江玉峰，我说的你可能不信，但是我真的是认真的。离婚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我这句起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堂堂金圈小公主，不该来这种地方。回去吧。请你不要再提起，我们已经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他就这么走了吗？那我该怎么办？我爸妈该怎么办？请你不要再说明。江玉芳，你别走。自从离婚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想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候的样子。我发现我不能离开你，我们复婚好不好？我不能没有你。凭什么？什么？婚姻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呢？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具，还是说我江玉峰落魄了，就能任凭你苏大小姐随心所欲的摆布？是啊，凭什么？我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他，现在又有什么脸面求他一定回头呢？苏小姐，我告诉你，复婚绝不可能。有一种悲伤。楠楠啊，以后我多来陪陪你，好不好？啊，好。哎，奶奶高兴。过来了，休息。婉婉，你不舒服吗？奶奶，我没事。啊，婉婉，这是有了。奶奶，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去个洗手间，您坐在这儿等我啊，我马上回来。好，奶奶等你。好。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奶奶？就刚刚坐在这儿的。没看见。奶奶，奶奶，江玉峰，苏婉婉，我奶奶在哪儿？你把她怎么样了？我没怎么样，我就是带奶奶出来转转，去了个洗手间，回来她就不见了。洗手间？苏婉婉，你演戏能不能演全套啊？你明知道奶奶生病，还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不舒服，没有想那么多，你相信我。信你？结婚1年了，奶奶天天念你一次都没有来看过，离婚了反倒跑过来，你还嫌她受的刺激不够多吗？不是的，不是的，江玉峰，我只想对你好，对奶奶好。够了！
苏婉婉，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用心上人的话去说，别让我再说第二遍。都没想能不能收到回呀，出口之后。楠楠，楠楠！哎呦，放开我！哎呀，宋奶奶，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快把剪刀给我！哎呀，我出来给婉婉。楠楠，楠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给你剪刀，拿去。我给婉婉做的平安符，你看，还是红色的，能辟邪，还能保平安的。我误会他了，楠楠，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啊？这吵架了？哎呀，夫妻之间有什么话呀，要好好的说啊！去给婉婉认个错，好好的把她哄回来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啊？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奶奶，并不简单如呼吸。我真的爱你，句句不经意。不是，找奶奶要钱。奶奶，你要是听到我说话，你就I'm not okay, I can feel your touch. 그건 너무 미련 기억의 파도에. I'm not 江玉峰，找到奶奶没有？我这没找到，奶奶会不会？不用找，怎么了？奶奶她楠楠已经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就好，找到就好，找到就放心了。苏婉婉，苏婉婉，这是江玉峰的家，他带我回这里，是不是心软了？醒了，好点了吗？啊，好多了。谢谢你，你包扎的还是和以前一样好。护士包扎的。你骗人，护士才不会用这种缠法呢。下雨了，江玉峰，我要出去玩。把鞋穿好再出去。我不，我就要光着脚出去。都怪你，我真的崴到脚了吧？疼死了。好，都是我的错。现在知道疼了？你凶巴巴的干什么？以前我受伤了，我爸爸都要哄我好久好久，然后跟我说：“宝贝，不疼不疼。”好，宝贝乖，不疼，不疼。江玉峰，你包扎的好丑啊！是为了防止你乱动。
江玉峰，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江玉峰，我们别这样了，好不好？以前是我太骄纵、太任性了，我这些毛病都可以改的，我们能不能……婉婉，我今晚就要离开京城了，不会再回来了。离开京城？那你要去哪儿啊？护士。怎么这么突然？那奶奶呢？她怎么办？奶奶会跟我一起去。我今天去疗养院，就是帮她办转院手续的。那你的公司呢？还有你那些员工，他们怎么办呢？公司我也会一并带过去的，不能去的人，我会给一笔遣散费。况且，清算重组的团队，一定更适合在护士重新开始。原来他把一切都安排好，除了我。那我呢？如果不是我今天遇见了你，是不是就没有打算告诉我？你继续做你的金圈小公主，重新找个更好的靠山，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这些难道不是你想要的？那是以前。江玉峰，你一定要去护士吗？你留下来好不好？京城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在这里有很多的资源和人脉，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全部都拿来帮你的，总比你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要好得多吧。我不需要这些。不需要？那不需要也不一定非要走啊，你到底为什么要走啊？因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我想留下来的理由。忘不掉的是先离开的，是没有资格挽留你。这是奶奶今天下午为你求的平安，拿着吧，或许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我以为今天下午他看我的眼神是心软动摇，是余情未了，可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破碎的镜子怎么能完好如初呢？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你的行程，我走了。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闪躲。待会要下雨了，等司机来了再走吧。反正早晚都要走，一场雨又拦得住什么？终于知道爱早有翅膀，怎么拥抱它注定要飞翔。等等，把伞拿着吧，堂堂金圈小公主，以后就不要再掉眼泪了。江玉峰，如果我现在求你为了我留下来，你会吗？不会。好，所以你的伞我也不需要。苏婉婉，果真是你，你又来找学长。那是我和他的事情，有必要向你汇报吗？当然不需要，我只是很好奇，你到底哪来的自信，还以为学长会为你停留。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选择离开京城，就是为了向过去彻底告别，而你就是他最想告别的那部分。要下雨了，我还要送学长去机场。苏小姐，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既然已经离婚了，就请你有一点做前妻的自觉，别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原来谁都知道他的计划，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还在傻傻的等他，还以为有时间能挽回。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师兄，
外面雨下大了，我们该出发去机场了。江，他就这样走了，连多一眼都不愿意看我。之前那些，难道真的只是我一个人的痴心妄想吗？我不信，我不信他对我的感情连1%都没有。我不信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自作多情。小姐，雨下大了，是江家楼下接你吗？不要，我不要你们来接我，我自己回去。小姐，这怎么行？你会生病的。生病，就怕有人心比这雨还冷，根本就不在乎。我要最后赌一次，如果江玉峰在去机场的路上看到我，他还会不会心疼，为我留下来？平时几步路，怎么今天这么远啊？江玉峰，你看得到吗？你还会为我心疼吗？师兄，护士的一切都安排好了。辛苦你。那不是苏小姐吗？怎么，豪车坐腻了，开始体验人民疾苦啊？演得还挺逼真。师傅，麻烦开快点，别误了航班。好。是他的车，他看见我了，他会停下吗？你还爱我吗？苏安，看到了吗？这就是答案。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你懂我的吧？你懂我的，你懂我会不争气。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知道你会回来的。为什么故意淋雨？我没有故意。一个电话，你家司机就会来接你。苏安婉，告诉我，为什么？原因你心里清楚。就为了赌我会不会心软下车，把自己淋成这个样子，苦肉计都用上了。苏婉婉，你什么时候学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逼我了？那你告诉我，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留下来？我只是不想让你消失。走吧，我送你回去。又怎么了？我怀孕了。我怀孕了，我该不该告诉你这个消息？算了，江玉峰现在还不肯跟我复婚，还是先不告诉他我怀孕了。我们没法这样回去，我爸妈看到我这样一定会质问到底，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那你想怎么样？我能去你家待1晚上吗？就待1晚上，我保证乖乖的，绝对不打扰你。天一亮我就走。走吧。你答应了？外面雨下得这么大，再这么站下去，我们都会淋感冒的。
我說這裏好嗎？你抬頭而無話，你抱我吻上我嘴巴。先洗个热水澡吧，衣服也先穿我的。谢谢啊。别着凉。江玉峰，我有什么话，先等你不像个落汤鸡了再说吧。苏婉婉，你争点气，就是件衬衫而已，以前又不是没穿过。可是这好像是离婚后第一次。不过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好的机会，要不今晚就顺势把它拿下。江玉，江玉峰，你在哪儿？我洗好了。难道他刚才答应我，只是缓兵之计？照在等我找到你，你找我？你刚才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再找这个。淋了雨，头发要全部吹干，不然会头疼的。谢谢。怎么了？不能让他就这样离开，至少问出个答案呀。这个型号我不太会用，你能教我吗？插上电源就能用了，很简单。我找不到电源在哪儿。床头就有。苏婉婉，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知道，天亮以后你还会不会留下来？先把头发吹干吧，其他的事明天再说。我不要等到明天，我现在就想知道答案。婉婉，你对我的感情就像是习惯了一件旧衣服，突然找不到了，会念念不忘，千方百计想去寻找，但你不是真的非他不可，你只是不甘心失去，不甘心那段属于你的时光就这样落幕。我没有。婉婉，你听我说完，你是金圈小公主，你生下来就该被人捧在掌心上，你不应该受到什么委屈，更不应该为我改变什么。明天之后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吧，那里才是你该在的地方。婉婉，我的大小姐，你昨晚跑哪儿去了？叔叔阿姨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都快急疯了。糟了，完全忘了和爸妈说。我在江玉峰家。什么？在他家？你声音哑成这样，看来昨晚战况很激烈嘛。快招手。哎呀，你想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可能我真的要追不回他了。怎么可能？他昨天都为你下车了，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就一点火心思都没擦出来。你就准备这么放弃了？然后以后天天刷朋友圈，眼睁睁看着江玉峰娶别的女人，给别人孩子当爹？怎么可能？我一定会把他追回来的，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我。苏小姐，你还真是永远都那么自信又天真啊！你怎么在这儿？江玉峰呢？你昨天晚上又哭又闹，演那么一出，师兄当然是去给你收拾你的烂摊子。哎，苏婉婉，我之前警告过你，
让你离师兄远一点。白小姐，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警告我？是以合伙人，还是以见不得光的身份？你管我以什么身份呢？我可以熬夜陪师兄做方案，找投资拉资源，还可以陪他一起创业吃苦。你呢？你除了会撒娇卖惨，你还会做什么？你只会拖累他。但凡你要有一点自知之明，就应该在他的世界里消失。江玉峰是我认定的人，我凭什么消失？白小姐，你能陪他吃苦，我很佩服，但是你能给他的，我动动手指就能给。而我有的，你这辈子都够不着。这个我就替他收下了，谢谢你送来的资料，门就在那边，慢走不送。苏婉婉，你给我等着，给我等着。切！恒盛集团，他最近这么忙，都是因为这个项目吗？管家伯伯，你帮我查一下恒盛集团负责人最近的行程吧。好的，小姐。他今晚在星耀会所有个私人商务接待。啊，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江玉峰，你说我只会添乱，只会任性，这次我帮你赢下这个项目，让你看看现在的苏婉婉到底配不配站在你身边。我们江总连抽根烟都像是在布局杀人呢。我说你要是再板这个脸，我不介意帮你把嘴角往上提一提。你再这么看着我，我不介意帮你把眼睛永远闭上。哎，这有的人呐，上个月离了婚，铁了心要走，可人家小公主回来落了几滴泪，这死活就走不动了。好，您说正事啊，就是你那个前合伙人方世红，他最近不但在倒卖你之前的专利，还在挖你的客户。你就这么看着，这可不像是你的性格。恒盛那个项目就是我给他准备好的棺材，他挖得越欢，死得越快。你的意思是，等到他接盘之后爆雷，让他身败名裂？可看现在的情况，他资金很充裕啊，他能咬够啊。我早切断了他所有明里暗里的信贷通道，他表面风光，实际上资金链岌岌可危。以他那贪婪又短视的性子，恒盛这个项目他一定。江玉峰，论心狠手辣，我挺佩服你。哎，那咱们现在进去收网。不急，让他们先在里面急一会儿。哎，等，那不是你家那小公主吗？她怎么会来这种地方？计划有变，现在进去。在哪？他怎么突然找我？不行，现在绝对不能告诉他。等我拿下这个项目，给他一个惊喜。在家陪我爸妈吃饭呢。你好，苏小姐是吗？啊，你要去的包厢在里面，请跟我走。啊，好的，谢谢。行，我知道了。恒盛的人到哪儿了？王总，刚通过电话，说是路上堵得厉害，应该还得半个小时。好，我今晚一定要把恒盛吃掉。江玉峰那个孙子敢冻结我的资金，我要让他明白，没有我，他他妈狗屁都不是。是。你好。你好。请问恒盛的负责人是在这里吗？你是？啊，我叫苏婉婉，想来找您聊聊恒盛的项目合作。哦，
看来他把我误认成恒盛的人了。不过恒盛的人还没到，拿他打发时间也不错。方世宏，恒盛项目的负责人。你好，这个是我们的项目计划书。哎，别着急啊，我们先打台球，再聊聊项目，你觉得好不好？台球，听说恒盛负责人年轻有为，可真人怎么老油条一个？别误会，这是我的个人习惯而已。我觉得谈项目之前先放松放松，然后才能更好的谈项目呢。可是我不会台球。没事儿，我教你啊，走。拿着。拿着。是什么油腻呢？谈项目非得这么谈吗？方总，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你这样，我可就没兴致喽。我告诉你，一定要玩的尽兴，项目才好谈，对不对？你干什么？你放开我！I'm waking up to my load whenever it feels like night. 这就是你说在家吃饭。江玉峰，好久不见啊，怎么现在落魄了，连进门要敲门的礼仪都不知道了？你也配？你们认识啊？哼，江玉峰。看来你的小女朋友对你过去那点破事儿一无所知啊！你先回去。哦，好。别着急啊，这球都没打完呢，怎么就这么着急走啊？苏小姐，你忘了？我刚才说过，只有玩的尽兴，项目才可以好好谈嘛。江玉峰，他是恒盛的负责人，想要拿到这个项目，我们必须……你就这么喜欢打台球是吧？江玉峰，你干什么？不是喜欢打球吗？我教你。江玉峰，轻点，弄疼我了。江玉峰，你是不是生气了？不是喜欢打球吗？今天让你尽兴。一杆清台了，还玩吗，方总？江玉峰，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还当自己是从前那个京圈的新贵呢。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要是想讨口饭吃，就乖乖的给我趴着，包括你的女人也是。大哥，没事吧？没事。江玉峰，你疯了吗？他是恒盛集团的负责人，这个项目你还要不要了？恒盛集团的负责人，他也配？那刚才他都是骗我的。江玉峰，你他妈的竟然敢打老子！兄弟们，给我上！我今天就让他明白明白，什么他妈的叫规矩啊！江玉峰，报警！快报警！不用，等我身后。这啊！江玉峰，
我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嘉嘉玉芳，你没事吧？流血了。没事儿，你也就这点本事了。你干什么？啊！这一脚是教你什么叫做分寸，记住，下次再敢碰不该碰的人，碎的就不只是瓶子了，明白了吧？明白了啊！对不起啊，你今天为什么会在那里？绝对不能说是为了帮你抢项目，结果被人骗了，太丢人了。啊，我是想学点新东西，听说恒生的项目很厉害，就想去试一试，结果没想到碰到骗子了。那是个空壳项目，我做的局。你做的局？苏婉婉，你果然又搞砸了。白玉说的对，你只会拖他的后腿。那我今天是不是打乱你的计划了？没有，我早就想揍他了，今天正好揍他。真的？嗯。他总是这样，看似冷漠，实际却都在护着我。我以前怎么就那么蠢，不懂他的心呢？我以前怎么就那么蠢，不懂他的心呢？江玉峰，刚刚那个酒瓶你是替我挡的，对不对？没注意，别多想。真的吗？可是你反应那么快，明明能躲开的。巧合罢了。不是因为心疼我？不是。不是因为担心我？说你。I will love you in your freezing night. Please just hold me tight this time. Ooh, Walking the lines like you wanna 苏 go 安， higher.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Love it, love it. You wanna go how about you dim the light? 等一下，我现在不行。什么？医生说，我这2个月都不能那个。医生说，我这2个月都不能那个。2个月？你受伤了，还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糟了糟了，说漏嘴了。他现在连复婚都不愿意，万一他知道我怀孕，连孩子也不想要怎么办？苏婉婉，你怎么了？你说话呀！苏婉婉，你到底要怎么样？刚刚还不愿意，现在要这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才是我突然口渴了，然后他自己就。苏婉婉，他伤口还没好你就兽性大发了，还用这么烂的借口，简直是个禽兽！离婚之后，你还真是学了不少新花样。
离婚之后，你还真是学了不少新花样。什么新花样？还不是因为你刚才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那谁忍得住嘛？我怎么样？你说清楚。没什么。那个，我今晚能睡在你这儿吗？客房就行，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的。不能。为什么呀？我们之前也是正经夫妻。再说了，又不是没见过，避什么嫌呀？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说这些话？怎么不能？再说了，还不是你先那样的。天已经黑了，我帮你叫车回去吧。我不要，我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回去也不安全。我叫你家司机过来接你。我不，除非你送我回去，要不然我就在这不走了，我就睡在这个椅子上。走吧，我送你。江玉峰。江玉峰。江玉峰。怎么了？行。松手，车已经走了。我不送。江玉峰，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你明明还是对我有感觉的，你会替我挡酒瓶，会因为我的靠近而感到紧张，在我遇到危险时，你会冲出来保护我。可是你为什么不肯跟我复婚？可是你为什么不肯跟我复婚？婉婉，有些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那是因为什么？是你觉得我根本就吃不了苦，还是你觉得我不会留下？江玉峰，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次我绝对是认真的。更何况，只要我们复婚，苏家也可以成为你的助力，到时候你便可以……婉婉，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连苏家也倒了呢？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知道我当初的那个梦了？抱歉，我说错话了。你别多想，无论发生什么，你的依靠会一直都在。所以，他还是拒绝了我吗？还是说，他心里想守护的人从来都不是我？好，那你一定要再努力一点，我等你东山再起，等你强大到可以守护很多人，哪怕其中的人没有我。我从未想过要守护很多人，你有苏家，将来也一定会有。会有什么？起风了，回去吧。你有苏家，将来也一定会有。江玉峰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爸，爸妈，都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不休息啊？休息啊？
你闹出这样的事情，你还指望我们怎么休息啊？你说你是不是跑去会所，还让人给欺负了？他们怎么会知道啊？哎，爸，你听谁说的呀？我就是去了解下业务，有了点小误会，已经解决了。误会啊！你为了江玉峰那个小子，差点把你自己都搭进去了。爸，我就是看他太辛苦了，想帮帮他嘛。我告诉你，男人靠自己爬出来，那才叫本事呢。你这样只能害了他。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方世宏，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但是明天中午你必须得跟我们去相亲。相亲？我不去。婉婉，爸爸妈妈是为了你好，之前让你嫁给玉峰，是看他能护你周全。现在江家破产了，你跟着他只会吃苦。妈，我不怕吃苦，我真的不想去相亲。这事儿没得商量，明天中午你必须得去。哼！苏总，真是虎父无犬女啊！哎，你看婉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哪里，还是明宇有出息啊！年纪轻轻，他仅仅半年时间就干到了公司2把手。哎，不是。抱歉，各位长辈久等了。是他，梦里害死我爸妈的人渣。我求求你，救救我爸妈！苏婉婉，我巴不得你爸妈早点死，他们没死，苏家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来，快来！苏小姐脸色看起来似乎不太好，要不要我陪你出去透透气？手拿开！婉婉，怎么说话呢？注意你的态度。哎，没事。没事，年轻人有点个性挺好。明宇，快坐。苏小姐似乎对我有些误会，若是我哪里不经意冒犯了，还请见谅。不好意思，我去个洗手间。我陪你去。我去洗手间，你跟着干什么？婉婉，怎么说话呢？人渣，怎么样才能让爸妈看见他的真面目呢？师兄，老师好不容易回趟国，你们这么久没见了，他嘱咐我一定要请你过来。苏婉婉这是在相亲，真是天赐良机。师兄，我们换个包间吧。好。感觉这个包间更靠窗，视野更好一些。随便。苏婉婉，这次我会让师兄对你彻底失望。婉婉，我这么称呼你，会冒犯吗？非常冒犯，请叫我苏小姐。好，都听你的。来，插上这个，我特意找主厨为你做的。哎呀！不好意思啊，手滑了。哎呀，明宇啊，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明宇，不好意思，婉婉不是故意的。没关系，伯母，我去处理一下。哼，去了最好就别回来。师兄，老师应该还要一会儿才到，我先去趟洗手间。周先生，相亲似乎不太顺利啊。你是？我是来帮你的人。放在酒里，10分钟后见效。
你的目的是什么？各取所需罢了。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人，而我只想让他消失。是稀罕。明宇，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客气了，伯父，意外而已。婉婉，你看明宇多大度，你赶快给明宇道个歉。不好意思啊，下次你离我远一点，就不会洒到你身上啦。苏婉婉，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要道歉的是我才对，刚才是我太冒昧了，这杯酒就当是赔礼。这么殷勤，这酒里不会有什么东西吧？这么殷勤，这酒里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婉婉呀，看在周叔叔的份上，你就给明宇一个面子吧，哈哈。干杯！苏婉婉，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怨不得我。正愁找不到理由让爸妈看到我的真面，不如将计就计。来，咱们也来一个。来，好，干！哎呀，我突然头好晕啊！婉婉，你怎么了？是不是喝太急了？伯父、伯母，我在顶楼正好有专属套房，要不我带婉婉去休息一下。那我也去吧。亲家母，难得的机会，让年轻人单独相处相处嘛。咱们刚好也聊一聊订婚的具体事宜啊。也是，若薇啊，就让明宇送她上去吧，就一会儿时间，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行，放心，把婉婉照顾好。好。苏婉婉，好戏要开场。好热，我好难受。苏婉婉，本来是想陪你玩玩的，既然你不愿意好好配合，那就怪不得我。今天过后，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和苏家都会是我的，一切都由我来掌控。老师、师兄，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回来晚了。没事儿。哎，对了，你和那个小姑娘，就你那个前妻，现在怎么样了？其实我刚刚在走廊看见她了，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好像很亲密的样子，说是来相亲的，两家人正在商量婚事。你说什么？我刚才看见他们两个一起去开房了。师兄，要我说，她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真的不值得你赞。她现在在哪儿？师兄，你听我说。她现在在哪儿？他们说去顶楼的行政套房了。老师，对不起，我先失陪一下，带我去。不好意思。师兄，你看，苏婉婉前几天还要跟你复合，现在转头就不知廉耻跟男人开房。你先回去，
师兄，回去。先生，这是房卡。冯文，去死吧你！冯文，江玉峰，你怎么来了呀？你今天是来救我的吗？怎么会这样？无事献殷勤，微奸即盗，真当我是傻子？怎么，白小姐看起来很失望啊？你胡说什么？我只是跟师兄一起吃饭，恰好撞见你们两个。没关系，既然你都带江玉峰过来了，那正好，一起跟我做个见证。之前有人想轻薄我，被我爸妈教训，不敢再出现在京城。你说，要是他们看到这段视频，会怎么样啊？不要啊！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千万别让你爸妈知道啊！现在知道害怕了，我告诉你，要是再敢招惹，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让开，我们走。该死！不是都说苏婉婉好骗吗？怎么突然这么难对付啊？废物！要是视频传出去了，你我都得完蛋。那怎么办呀？去找这个人，方世宏。没错，前2天他刚被江玉峰教训了一顿，之前又被苏婉婉家打了一顿。你去找他，新仇旧恨一起算。原来是这样。记住，千万要在苏婉婉见到他父母之前处理好这件事情。明白。你什么时候买的新车啊？挺好看的。你饿不饿呀？前面有家宵夜不错，我们要不要？刚才还没吃够。哦，你说那个啊？还好吧，我其实也没吃什么。苏小姐效率倒是挺高啊，昨天刚跟我说完复婚，今天就跟人吃烛光晚餐相亲。不是的，你误会了，那个人根本就是个伪君子，我不想去的，我爸硬要我去。不过，我现在已经有证据了，我爸再也不会逼我跟他相亲了。算你聪明。哼，总说我。那你呢？你和白鱼什么关系啊？刚才你们俩可是一起进来的。我大学老师来了，让我去见个面，刚好在楼下碰见他了。不是我安排的。哦，那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有我们俩关系近吗？想知道啊？想。我们被跟踪了。你确定今天晚上对江玉峰动手不会出事？我们带了这么多打手，他只有一个人。苏家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只要不动苏婉婉，没人会保他。好啊，等了这么久，今天终于让我逮着机会了。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紧盯着前面那辆车，给我追上他！So we pray for someone to come and show me the way. So we pray for some shelter and some records to play. So we pray we'll be singing Barbara Day till nobody's leaving, everybody can sing.
要干什么？狗急跳墙罢了，来找死的。江玉芳，你要去哪儿？你别下车。你待在车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别下车。不要，江玉峰，你别下车。江玉峰，江玉峰，你开门！江玉峰，你开门！江玉峰，你开门！江玉峰，好久不见啊！啊！哎呀，江玉峰，好久不见啊！哟，死到临头了还抽烟呢，瘾这么大，给你买一条啊！方世豪，你果然他妈就这点本事啊！江玉峰，你少在这狗眼看人低啊！上次是我兄弟带的少，让你得逞了，这次我带了这么多兄弟，你横竖都是个死！江玉峰，听我一句劝，做人嘴别那么硬，把婉婉交出来，我还能跟方哥求求情，给你留口气。就凭你们？就凭我们？怎么，江玉峰，你就算再能打，你还能把我们都打倒啊？怎么你是叶问啊？哎！江玉峰，你开门！你快回来，放我出去！婉婉，你待在车里别动。What are words if you really don't mean them when you say that? 那就试试看。What are words if the 哟，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和我演小品呢？来吧，兄弟们，给他点颜色看看。来。I'm so sad. 가지도 친 길이를 江玉峰，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江玉峰，怎么办？怎么能帮他？给我闪开！江玉峰，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啊，嚣张啊！站起来嚣张啊！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是吧？好，事已至此啊，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你今天就去死吧！不要！江玉峰，你有没有事？你别吓我！我不是让你在车里待好吗？为什么不听我的？你让我在车里眼睁睁看着你死吗？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你傻不傻？你是苏家大小姐，多少人排着队相护着你。那么多人不是你，江玉峰，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真是感人至深呢，只可惜他今天注定要死在这儿。苏婉婉，你现在把手机乖乖交出来，跟我回去。你现在把手机乖乖交出来，跟我回去。我还能跟方哥求求情，让他死得痛快点。否则的话，你就只能看着他被活生生折磨致死。我相信那场不会想看到。婉婉，你不用管我，
你快跟他们回去。我不要，江玉凤，我不要你死，你别想丢下我。周明宇，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苏家绝对不会放过你。苏家跟我家可是世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一个任性逃婚大小姐可信，还是一个无辜受害者世交晚辈可信？周明宇，你无耻！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既然这样，那就只能让你心上人吃点苦头了。不要！文文，你没事吧？文文，文文，你有没有事？文文，江玉凤，我没事，你不要担心。文文，我骨头硬挨2下没事，你为什么要替我挨打？因为比起失去你，这点疼不算什么。以前是我不懂事，弄丢了你。现在终于换我保护你一回了。是过心的线，遮住你低垂的脸。一年一年，还记得那天。周明宇，要是文文有事，我一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凭你，现在连站都站不起。人我带走了，剩下的就让他们陪你慢慢玩吧。等潮汐翻涌燃起，等爱漫天血溢，等海枯火拥抱碎了心，等人语歌声阵阵心。文文，我看谁敢动我女儿！文文，文文，你醒醒！伯父，你别误会，我是来救婉婉的。周明宇，你在干什么？我大老远都看到了，你真把我们当傻子是吗？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拿下！把他们2个都给我看好了，敢动我女儿的人，一个都别想活！快别说了，快送婉婉去医院，快！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夫人，请放心，苏小姐只是轻微脑震荡，加上些皮外伤，不过不碍事儿，过一会儿就苏醒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医生，谢谢您。不用客气。我有话对你说，你要是撑不住，可以坐下听。阿姨，我没事。江玉凤，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女儿最需要依靠、最想挽回你的时候，是你一次次的推开她，亲口告诉她，你们已经结束了，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那你现在又算什么？一次次的出现在他面前，若即若离，让他为你担惊受怕，甚至差点为你送命。对不起，看在婉婉的面子上，这些话我只说一次，
我女儿是个倔性子，我无法逼她和你彻底断绝关系。但如果你想要获得苏家的认可，让婉婉不用在你和我之间做出选择，那就请你堂堂正正地站在她的世界里。但在此之前，你再找她一次，哪怕和她再说一个字，我这辈子都不会让她再见到你。我说到做到。婉婉，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妈，江玉峰呢？他走了。走了？他能去哪儿啊？他伤这么重，他怎么走？去他该去的地方。婉婉，听妈妈说，以后他不会再回来。不可能的，他不会丢下我的。我要去找他。哎，婉婉，听话。医生说你需要静养，好好在床上躺着。妈，你让我出去吧。他不是那种人，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他不是你的良配，难道你通过这件事情你还看不清楚吗？那周明宇就是嘛。周明宇是我识人不清，我回去自会清理门户。至于那个江玉峰，你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待在医院，直到你病好之前，你不允许给我踏出医院半步。爸，婉婉，听话，爸爸是为了你好，以后忘了他，好好休息。妈，你们根本不懂。江玉峰，你在哪儿？你伤怎么样了？严重吗？你回我一句好不好？就算说一句让我死心的话也好，你不要不理我。江玉峰，你在哪儿啊？我好想你。我说江一峰，你不要命了是吧？哪有人刚挨了一刀就跑来公司办公的？我跟你说，你这伤可不是小事儿。死不了。对了，西城区新开发的项目怎么样了？已经拿下了，甚至比预计还快了半个月。照这个发展速度和势头，公司在年底上市，应该问题不大。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婉婉，再等等我，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扫清所有障碍，堂堂正正的把你接回来。小姑娘，你没事吧？谢谢，我没事，我就是怀孕了，有点反胃。啊，我怀孕的时候也是这样，正常。谢谢。江玉峰，我们真的就这么散了吗？江玉峰，师兄，你最近熬夜上班辛苦了，这个是给你的补品。不用了，你怀有身孕，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吃吧。不用了，你怀有身孕，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吃吧。所以江玉峰这些天的冷漠疏远，是因为白羽有了身孕。那我晚上去给你做饭，这样子咱们俩和奶奶都可以吃上了。所以
在我被孕反折磨的彻夜难眠时，在我每天给他发几10条消息石沉大海时，他们早已在一起了。原来是这样，江玉峰，我再也不要喜欢你了，再也不要了。念念不忘，还是选择遗忘，我都不肯去想。婉婉，你怎么了？不用你管，少碰我！婉婉，你到底怎么了？说清楚。江玉芳，你别装了，你和白鱼成双入对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我会看到。你不肯复婚，不是因为我妈妈说的那些话，也不是因为破产自卑，而是你早就不想要我了，对不对？我们才离婚多久，你身边就已经有了所谓的青梅，我却还傻傻的以为你们两个就是朋友。江云峰，我找你复婚，简直就是我自作多情。江云峰，我找你复婚，简直就是我自作多情。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我们到此为止吧。干什么？放开我！我不想看见你。I love you， 듣고 있나요？Only you。现在能好好听我解释了。你要解释什么？白鱼是我大学导师的独生女，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毕业之后也多次倾力相助过我。所以白鱼回国之后，老师特意找我，让我多看顾她几分。我无法直接拒绝，但是我跟她从没有过超越普通朋友界限的关系。可是我刚刚听到她说她怀孕了，那孩子不是你的。那是她前夫的，她离婚了，回来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什么？以为我会替别人的孩子当接盘侠？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每次见面他都表现得理所应当，所以我才以为他只是想找一个可靠的依靠，保证他和孩子以后生活无忧。而正巧他父亲与我有恩情，我看起来又正好是他合适的目标。那我刚刚都是误会了，不然呢？哦，现在误会解除了吗？我婉婉，我好想你。那你现在要不要跟我复婚啊？还得再等等。等什么？就现在，就今天，不行吗？现在还不是时候，还得再等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等下去，我就给我肚子里的孩子换个爹。说什么？我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刚离婚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你又不肯复婚，我不想绑架你，就没有告诉你。婉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些，而我却根本没有察觉。哎，你干什么？放我下来！怀着孕顶这么大的太阳，刚刚又差点摔倒，不去医院检查，你还想干什么？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啊？
放心吧，胎儿和孕妇都挺好的，注意休息，还要保持好的心情。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不客气。婉婉，以前都是我不好，让你和孩子受委屈了。从今天之后，我会学着做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会给你和孩子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保证。我相信你，只是我爸妈他们还没有接受你，我担心他们会……婉婉，这些都不用你操心，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我，你只需安心的待在我身边，照顾好自己和宝宝。这一次，我会成为你永远的依靠，绝对不让你和孩子受一点苦。爸妈，我回来了。婉婉回来了，今天在公司累不累啊？还好，不过你们怎么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今天公司出了财务报表，我这才知道，这些年周家父子俩把我耍的是团团转。那两个人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背地里却掏空了公司，账目漏洞大到只差一步，公司就要被迫宣布破产。还好前2天有一笔新的资金注入，临时补上了最大的缺口，才算稳住了局面。新资金是谁啊？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帮我们？是张叔叔，还是李伯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通过海外的机构操作的，非常低调，而且条件非常丰厚，但是他们明确表示身份要保密。只能等明天他们派人来接管部分的管理权，才能知道具体情况。不管怎么说，只要公司能渡过难关，就是最好的消息了。是啊，总算有惊无险。婉婉，这段时间难为你了，让你跟着我们一起操心。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过去的。哟，这不是苏家大小姐吗？怎么来公司了？肯定得来呀，要不然以后苏氏改姓，想再来就没机会了。以后啊，就没有家族企业给你兜底了。是啊，从众星捧月的金圈小公主，变成给人打工的，这落差，某人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就是，你们有空关心我，倒不如想想你们自己。新任的老板上任以后，你们的位置还保不保得住？大家注意一下，新老板来了。哇，这老板怎么这么年轻，而且好帅啊！这哪是老板呀，这分明是小说男主角走进现实啊！这么帅的男人，也不知道哪样的女人能征服他。是不是要清算苏家了？苏婉婉完了。哼，婉婉，这是我全部的身家证明，股权、资产、不动产，现在全都交给你。婉婉，我们曾经在婚姻里走散过，彼此误解，互相伤害，但谢谢你从未真正离开我，也谢谢你还愿意等我。现在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让我用余生好好弥补你和孩子。我愿意。You're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moment. You're the sunlight, keeps my heart going. Ooh, no, when I'm with you, I can't keep myself